街上吉铁柱从市场回来，直接来到小姨家。今天的生意好吗？这是我今天卖的钱，不错吧？咋这么多？铁柱把在鞋厂的经过简单的说了一番。你还会设计鞋子，跟谁学的呀？我是无师自通自己琢磨的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被市场接受。反正孙老板觉得不错，你这几天好好的吃药，调理好了，咱赶紧去给市里的房子置办家具。我估计周叔那边很快就能给你们把工作办好，咱把该准备的都提前的准备好，到时等着上班就好。阿姨说我至少得在屋子里待1个月才能出去，到时候要是工作咋办？我娘也是为你的身体好，那你就先养着，只要工作办下来，什么时候去上班都可以，身体才是最主要的。回到家，铁柱拿起那本经方药书翻看起来，甚至还找到了治疗贪食症的方子。转眼到了第二天，铁柱拉着鞋子来到市场，因为昨天买卖好，今天刘杰又找来一男一女俩帮手。铁柱，这2位是我的朋友，他叫徐敏，那个叫杨茂华。今天能不能把鞋都送过来？买卖好就多卖点。还有4000多双鞋子，我尽量的送吧。啥叫尽量？是一定得送来。我们进你的鞋是给你面子，别不识好歹。铁柱，别理他，你赶紧再去拉一车吧，今天再帮姐多卖点。姐，没啥的，我现在就去。等铁柱离开，杨茂华很是厌恶的说道：刘杰，你在哪儿找的这么个土老帽，让他把鞋都送来？他还弄了个尽量，一看就是个农村老干。你别跟我找茬，要帮你就帮，不帮你就走。别啊，我来就是帮你忙的，主要是我看他没安啥好心，哪像我这么实在的对你是不是？今天我也给你露一手，就看我的吧。我就让你来帮我，你把他带来干啥？恶心死了。是他死皮赖脸跟我来的好吗？我还能把他一脚踹开，他对你的那点心思你不知道啊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我不想听，赶紧弄摊子吧。因为鞋子便宜质量又好，很快第一车就卖完了，铁柱很快就把第二车送了过来。这时杨茂华就开始作妖了。因为鞋子太畅销，现在10块1双啊，要买得来我这报数，不挑码不挑款，要多少先把钱给了再拿货。你这是坐地起价啊！批发市场的规矩你知道不？特么的，老子就不买你家的货。在这位大哥的带动下，人们都不猛了。你们别听他胡说八道，还是7块价格不变，他才来的根本不知道价格。别拦着他们，爱买不买，就是10块钱，我就不信没有他们，我这买卖还不做了。众人见他那个德性，直接甩手离开。你赶紧给我走，我不用你在这里给我帮倒忙，走。你生啥气啊？我这不也是为了让你多赚点吗？你听我的吧，就10块钱1双。卖7块是为了搞促销，你卖10块谁会买？你不就是个破送货的吗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我做买卖的时候，你还在农村摸鱼呢，你懂个屁！人家懂得比你多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这里不欢迎你，赶紧给我滚！你别逼我跟你翻脸，滚！任凭刘杰怎么说，杨茂华就是不走。铁柱一看这阵势，二话不说就要走。就在这时，一直看热闹的钱老板直接来了个截胡。小伙子，先给我吧，有多少我全都要了。人家钱老板一阵大声吆喝，摊子上瞬间围满了人，几十上百双的拿。看到了吧，这样的人你还要他的货？我就说他不是个东西，你还不信？你们给我滚！我不想再看到你们。铁柱一天的时间就把所有的鞋子都给钱老板送了过来，4800双鞋，一共是28800。卖完，铁柱直接离开市场回家。你是雷打不动啊，我看就是天上下刀子，你都得来。不知道我是为啥来的吗？小林，今天的药喝了没有？阿姨在家给我煎好送来的，还给我炖了鸡汤。就在这时，灯光忽然熄灭，屋子变得一片漆黑。别怕，可能是村子里的电线又断了。小姨，找根蜡烛。王霞很快找来了蜡烛，总算让漆黑的屋子有了亮光。这还有个人呢，注意点影响。我先回去，明天我再来。不行，你别走，我害怕。那我不走了，今晚我在西屋睡。到了半夜都睡着的时候，一个鬼鬼祟祟的影子慢慢的靠近窗户，跟着就翻窗进屋。岳灵猛然惊醒，看到眼前黑影时，吓得他是一声尖叫。你是谁？你想干嘛？铁柱，铁柱！听见喊声的铁柱直接冲了进来。黑影一看有男人，速度很快，直接翻窗跑了。老子知道你是谁，别让老子看见你，否则我能打你。小林别怕，有我在，我今天晚上就不睡了，看谁敢来。那个人是谁呀？有没有看到他的脸？太黑了，没有看清，但肯定是上平村的人，不管他是谁，这里不能再住了，明天咱们就去市里买家具搬过去住。转眼到了第二天，到了市里，铁柱先去药店买了药，跟着来到家具市场，床、柜子、家用电器，只要是岳灵跟王霞喜欢的，铁柱根本不犹豫，掏钱就买。所有的东西布置完以后，铁柱来到医院。曹望叔，感觉咋样了？好了不少，大夫说过些天我可以试着下地走一走，我能恢复的这么好，多亏了你啊，铁柱。曹望叔可别这么说，我这次来是想让你帮我个忙，我想承包南乡后面的那片荒山，您跟南乡的农叔可是过命的交情，想请你跟农叔打个招呼。
你要那片荒山干什么？又不能种粮食，也不能种蔬菜，你是不是傻了？但是能种一些经济作物啊，比如人工饲养的人参啥的，也能赚到钱啊。老农那边只要我一句话，他就得同意。至于怎么承包，到时候你们自己谈。回头你去下南乡，把老农接来，我亲自跟他说。接上集，第二天一早，铁柱就把农怀安接到了医院。老伙计，你这是咋了？怎么不早跟我说呢？一条命担着呢，嘎不嘎的也没啥，能喘气。咱还是老哥俩，我这次能捡回这条命，全靠铁柱，又给我拿钱，又给我找医生，咱老哥俩还能再捡到命。这次把老哥哥请来，是有个不情之请。铁柱想承包你南乡后面的那片荒山，开发经济沟，种植人参什么的。晚辈想创业，咱们当长辈的要支持。铁柱对我还有救命之恩，我今天就豁出这个老脸求老哥哥一次，把荒山承包给铁柱，行不行？你这说的是啥话？你对我难道没有救命之恩吗？不就是一片荒山，你一句话就行。谢谢农叔这么支持我，您看我出多少钱承包合适呢？那片荒山算下来足有6万多亩，我估计你也用不上那些，但是要承包就得一起承包，我按照1年1000块钱承包给你，能不能接受？老实说，1000块钱的确是有点多，但是您那一次承包给我10年的话，那还是可以接受的。一听铁柱承包10年，这可是个大数目了。农怀安当即点头答应。铁柱随即把提前写好的合同拿了出来，也交了1万块的承包款。农叔，从现在开始，南山就是我的了。合同上写的清楚，南山地皮上面的，包括树木、野生动植物都是我的；地皮下面的，包括我种植的种子等等，那也是我的。外人不得随便进山采伐。我既然跟你签合同，拿了你的钱，那就是全都同意，不用再说了。铁柱嘴角划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，这份合同就是他真正财富的开始，因为在那片荒山的下面有至少5000万吨的煤矿资源。从医院出来，铁柱便回上平村了。爹，您这是咋的了？昨天下雨，房子漏水了，今天让你爹上房换个瓦，摔下来了。这活你自己干，多大岁数你不知道吗？怎么不跟我说？指望你，我们可指望不上。有了媳妇忘了娘，整天的就知道往岳林那跑，家里什么都不管。我要你这个儿子有啥用？还能指望你养老？爹，这房子不要了，我带你们去市里住。不去市里住，我们在农村都自由惯了，每天不看看山，不看看地，心里就空落落的。你爹说的没错，咱家的亲戚都在农村，去市里住，想见一面都费劲，还是在农村好。那明天我就找人把这老房子扒了，盖新房。你说的容易，盖座房子的好几千块钱，你那钱是大风刮来的。钱就别管了，这事我说了算，明天就叫人来弄。第二天一早，铁柱直接把镇上工程队的包工头韩老本给带来了，并且当场敲定，以5000块的价格直接起一座2层小洋楼。房子解决以后，铁柱又买了一台彩电来到周恒家。铁柱，你太客气了，弄得我都特别不好意思。不过你来的正好，这个是让林林跟王霞去农业公司实习的通知书，转交给他俩。怎么是实习？现在农业公司的员工都是属于爆满的状态，想安排俩人去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办的。这也是廖总跟我的交情不错，破格收下的，让他俩实习也是好的，就算积累工作经验嘛。工作出色的话，转正还是有希望的。听到这里，铁柱心中可是特别的不痛快，前后花了这么多钱，光是那张邮票就值多少？结果弄了个连工资都没有的实习，关键是他还没法说啥。周恒的意思很明显，能安排实习都很不错了，想要转正那就看他们自己的了。铁柱淡然一笑，太好了，周叔，小林知道这个消息肯定非常高兴，我现在就把这个给他们送去。没必要跟他废话，铁柱直接起身告辞。我不去，小林说的对，咱花了那么多的钱，又是邮票又是彩电的，凭啥就给我们安排个实习？而且这个实习连用工合同都签不了，我们不就是在浪费时间吗？农业公司是个旱涝保收的大单位，几乎就是一个人盯着一个坑，总不能来一批新人就辞掉一批旧人吧？像他这样的单位，可以说是职场上所有的勾心斗角都会出现，有脑子的都能混得不错，没有背景的，就是再有能力也混不起来。他们能答应你俩去实习，我考虑还是看在小林父母的面子才答应的，又不想让你们把别人给顶掉，于是就走个过场，让你们知难而退，到时候小林的父母问起来，他们也好交代。所以我觉得你们不仅要去，而且还要干出个样来给他们看看。你说的倒是有道理，可是我跟王霞一点工作经验都没有，人际关系这块我们也不懂，那不是干等着被辞退吗？这些东西没有那么难，有啥你们解决不了的，我都会帮你们的。还是那句话，你们尽管去工作，别的交给我了。这钱你们拿去买点好看的衣服、鞋子、化妆品啥的，别管实习还是正式的，总得有个上班的形象是吧？转眼到了第二天，铁柱来到了会市最大一家金店。今天的金价是多少钱了？今天最新的价格足尖28块钱一克。铁柱也不墨迹，立刻把自己所有的现金全都买了金子，整整850克。因为他知道受国际货币影响，金价将在1天之内上涨150%。金店的服务员也是满脸惊讶。第二天，铁柱拿着剩下的650克金子再次来到金店，以每克65元的价格全部售出，只是一晚上的时间，净赚16570块。如果算上送给岳林、王霞还有王秀莲的，可能会赚得更多。
同时，岳林跟王霞也来到农业公司报道，都觉得农业公司好，都想来农业公司，现在连打扫卫生的都10几个了，让我怎么给你们安排？面对这种情况，俩人也只能是默不作声。这样吧，你俩先去业务部报道，先从一个实习业务员开始做起。实习期间没有工资，没有任何的福利待遇，业务能力够的话再考虑转正。宋主任，是这样的，我们都是省农业大学毕业，而且也做过2年的实习，按照道理来说，不是应该让我们去技术部门吗？怎么要让我们去业务部？我们根本就不懂业务啊！大学生又怎么样？来这里的都是大学生，还有教授呢。你们要想在这干，就听分配，不想干我也不强求。再说了，连公司业务都做不好的话，你们还能干吗？去不去你们自己决定吧。岳林还想据理力争，却被王霞给拽了出去。你跟他争论什么？铁柱说的一点错都没有。这个农业公司就是勾心斗角的地方，那个满身臭味的老娘们明摆着就是想让咱们知难而退，咱偏不离开。现在咱就去业务部。可是我们根本不懂做业务啊，不懂就学呗，谁生下来就会啊？赶紧的吧。你们就是新来报道的2位女同志吧？非常欢迎你们能来业务部实习，希望你们能够愉快的工作，早日融入这个欢乐的集体。是这样的，于主任，我们是农业大学毕业，对业务根本就不熟悉。咱们单位的业务都包含什么内容？能给我们解释下吗？其实业务部的工作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难，平时也就是跑跑腿，解决一些采购或者销售方面的问题，再就是跟单位的高层陪客户去吃饭、喝酒，还有就是做些宣传工作，没有别的。还要陪人喝酒？王霞跟岳林都吃惊地看向于思凯。其实这没有什么坏处，反而还有好处，你们可以通过陪客户吃饭，认识更多的社会精英，这对你们来说也是积累人脉的好事。不过你们也不用害怕，我作为你们的主任，也会关照你们的，毕竟你们这些大学生对社会还不是很了解，有的时候也是需要保护的。说话时，于思凯那色眯眯的眼睛落在了岳林的脸上。